今天做了炭烧咖啡吐司，做完以后我发现啊，这面团和帕帕罗蒂是一个配方，所以你也可以一次做双份量，做一个吐司，再做几个帕帕罗蒂。咖啡面包要确保面包的风味、质地和形态都达到理想状态，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咖啡的选择。咱们做面包一般会选择的就是咖啡液或者速溶咖啡粉。如果用咖啡液，要选足够浓郁的，比如浓缩咖啡，或者用速溶咖啡粉调成的浓咖啡液。咖啡粉要选比较细的速溶纯黑咖啡粉，千万不要用那种加了植脂末牛奶的咖啡，因为本身烘烤以后香气会减弱，所以如果你用的咖啡比较淡的话，那烤完就没有什么咖啡的风味了。还有就是在使用速溶咖啡粉的时候，如果你的咖啡粉不够细，那一定要先用热水溶解，这样就避免粉末残留导致不均匀的颜色或者颗粒感了。揉面方面，如果你要用咖啡液的话，那就要减少牛奶或者水的用量，确保面团不要太湿。一般情况下，1克速溶咖啡粉可以用5到6克的咖啡液替代。那咱配方中是5克咖啡粉，你可以用25到30克的浓缩咖啡，同时水量也要减少25到30克。咖啡会稍微抑制酵母活性，发酵的时间会延长，所以我们可以用添加老面这个方法来促进面团发酵。同时呢，老面有一定的筋性，这样可以让揉面也变得很快，而且还能延缓面包老化，所以添加老面对这个配方来说是非常好的。老面的配方我给大家放在视频的最后，同时也会给出一个没有老面的配方，供大家有多种选择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面团已经发至2.5倍大了，然后就直接给它倒出来，折叠成一个长条状再擀开。如果直接擀的话，它会很宽，那它的长度会比吐司盒还要宽，就放不进去了，所以折一下就刚刚好。擀开以后翻面，抹上做好的咖啡奶酥馅儿，再随便放点核桃，这个核桃要烤熟的啊。不喜欢核桃也可以换成巧克力豆或者杏仁，因为咖啡是苦的嘛，那加一些甜味的配料可以让口感层次更丰富。这里还可以给大家一个灵感，可以再加一些香草精或者可可粉，可以提升香气的层次感。蒸好以后放进吐司盒里进行最后的发酵。这个吐司中间因为加了奶酥馅儿有黄油，所以发酵温度最好不要超过30度，温度太高黄油融化，到时候油水分离了，烤完以后黄油就有可能会流出来。发酵的间隙就把其他配料做好，还剩一个酥粒和墨西哥酱。酥粒就是把所有材料都放在一起，用手搓成这样就行了。墨西哥酱跟前边做奶酥馅的步骤是一样的，软化的黄油里加入糖粉先拌匀，然后再分次加入全蛋液搅打至顺滑，最后再筛入低筋面粉和速溶咖啡粉，搅拌均匀就完成了。墨西哥酱做好以后就装入裱花袋里待用。面团发到9分满，然后就挤上墨西哥酱。挤完酱以后再撒酥粒，这是有顺序的，千万不要先撒酥粒再挤酱，因为我已经试过了，我先撒酥粒以后再挤酱，这个酱挤上去以后就有可能会跟着这个酥粒滑动。酥粒尽可能的不要撒到墨西哥酱上，这样烤出来以后就能层次分明。放到预热好的烤箱下层，我是用上火150，下火190烤了27分钟。出炉以后震一下热气，然后再把吐司放在晾架上晾凉。这个吐司一定要完全凉透以后再切，因为热切的话会惨不忍睹。我是刚开始只做了1个吐司，但是这墨西哥酱最后剩了点，然后我又揉了1份面做了这个墨西哥咖啡包。如果想2个都做的话，就把今天这个面团的配方乘以2就可以了。视频里配方给的就是1个吐司的量，奶酥馅也是1个吐司的量。帕帕罗蒂就是面团一发以后给它平均分成6份，滚圆松弛以后再给它重新整成圆形。如果你想包馅的话，也可以再多做1份奶酥馅，不超过38度给它发到2倍大，然后挤上墨西哥酱再烘烤就可以了。不过最后我这个酱又少了，无所谓了，反正也是为了不浪费酱才做的这个面包。吐司刚做好还热着就让人拿走了，我只能用这个边角料的产物来给你们展示一下了，你们就看着这个边角料的产物联想一下吐司的味道吧，嘿嘿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如果你喜欢咖啡的话，一定要试试这个面包，真的很香很好吃。